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从我的后台数据来看，我的粉丝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党，而我自己也是在大学时代开始疯狂喜欢上酒店，喜欢去结构空间设计的。虽然今天的日本酒店已经不再值得被盲目神化，动辄5位数一晚的顶奢大牌对初级酒店控来说门槛过高，但如果你试试绕开溢价泡沫，去寻找那些有强烈设计感、地理位置绝佳且价格相对理性的国际连锁，日本依然是常旅客审美中不可错过的一站。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在我的心中也有一份这样的名单，那就是小城中的高性价比酒店。我帮大家筛选出了5家非常适合作为人生第一台国际连锁的日本打卡地，他们的价格从500到刚过1000，其中4家是全服务型酒店。如果你也对酒店有一定兴趣，一定要点击收藏。那让我们现在开始为大家分享。第一家，金泽凯悦上翠。金泽被很多人称作小京都，不论是21世纪美术馆还是古朴的小镇街道，都非常值得花时间逛一逛。而这家酒店不仅仅是日本的第一家凯悦上翠品牌，也是我心目当中这个品牌的旗舰之作。上翠是凯悦入门级的年轻化品牌。总结这家酒店，很多地方会让你深思大名鼎鼎的季玉堂老师的作品。大堂随处可见非常具有季老师东方神韵的慢反射小灯，将光影揉碎在空间里。而客房中不对称的床头设计，各种精巧克制的灯具造型，都把现代摩登和金泽100年沉淀的传统工艺完成了一次高级的碰撞。作为凯悦旗下的入门级酒店，它的早餐在同级别中也是非常能打，我去住了几次还都算留下了不错的印象。第二家酒店，这里曾经被我列为2024年印象最深刻的酒店之一。和歌山县周参见厅万丰。很多人对万丰的刻板印象是高效的快捷商务，但在日本，万豪赋予了这个品牌乡村复兴的灵魂。而在这之中，我最爱的就是周参见厅的这家。我最初只花费了不到600元就入住了这家酒店，它的长处和短板同样明确。它是全日本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自带天然温泉的万丰，紧邻太平洋。你可以泡在面朝大海的优质温泉里，看着极为震撼的枯木海滩落日。但它的缺点也同样劝退很多人。酒店店内没有餐厅，早餐只能靠你自己去旁边的便利店解决。地缘偏远，电车班次非常少，交通是真的有些不便。但如果你打算来走一走这趟世界遗产的熊野古道，那这里绝对是性价比极高的隐逸避风港。第三家是我刚刚去过的鹿儿岛喜来登。在绝对安全的文明结界里，它把一座活火山像装进银幕里一样放在你的面前。鹿儿岛喜来登是这5家酒店当中最新开业的一家，它的淡季房价大概在1000元左右，但这家酒店却配备了一个天然温泉的大浴场。而我更喜欢的是，它还在户外设计了一个泡脚的小庭院，在微凉的夜风里，让温热的泉水没过脚踝，是我非常喜欢的旅行时刻。而推开房门，它的基础房是一个35平米的通透开间，房间是温润的浅色原木，搭配利落的现代线条。而当你从房间望出去，对面就是那座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在喷发的樱岛活火山。窗外的楼下是交错贯穿着2条河流入海口的城市街区。室内酒店包裹出的精致安全感和窗外随时在呼吸的荒野巨兽，构成了极具画面冲击力的现实反差。如果你有万豪高卡或者行政酒廊权限，这家在顶楼的酒廊，它会有一张非常有意思的卡片，是一张喜来登版本的丽思卡尔顿酒廊卡。我有不少房卡的收藏，在这个级别以上的酒店，你可以尝试问一下前台能不能把房卡带走收作纪念。而这家酒廊的视野也是出奇的好，这扇角落窗中正好可以让你在微醺的松弛感里，安静地凝视整座火山在暮色中的剪影。这家的硬件、景观还是配套，它在1000元档里都极具画面感。第4家小田园希尔顿度假酒店。如果毕业旅行想跟3、5好友找个地方彻底躺平，又嫌箱根的传统温泉旅馆房间局促，价格太高，那你就可以来这儿。
小田园曾经作为关东温泉名胜风光无限，但也正因为这2年的逐渐没落，才让这家占地庞大的度假巨无霸可以维持在1000元左右的亲民价格。酒店位置在福坎相模湾的高岗上，背靠着箱根的群山，这里曾经是全日本体量最大的温泉度假中心。这家酒店会有一个体量极其庞大、连接了室内和室外的全能温泉水疗中心和超大的游泳池区。除此以外，它也配备各种保龄球场、网球场，甚至卡拉 OK。另外，这家酒店虽然体量非常大，但是它的客房空间其实还算慷慨。酒店的所有房间都是望向大海的海景房。前些年，这家酒店进行了全面的翻新，保养工作做得还不错，所以你很难想象这是一家90几年开业的酒店。我印象还会比较深刻的就是它的自助餐，性价比非常高。我印象当中打折之后只要4000多日元，但食物的出品、海鲜的丰富程度和档口的水准都非常不错。早餐也同样可圈可点。虽然小田园的街区地缘不如箱根核心区热闹，但是酒店贴心的配备了接送巴士，同时它还可以连接到我非常喜欢的美术馆，来自山本博司的江之浦测候所，非常值得一看。终于来到最后一站，横滨凯悦酒店。如果你的毕业旅行第一站依然是东京，但又无法忍受东京动辄那些2-3千一晚却只有20平米左右的逼仄客房，那你不如尝试坐半小时电车，把落脚点选在隔壁的老前港口小镇横滨。这家酒店完美融入了这座异国情调小镇东西方融合的开阔宿命。最能代表它这一面的就是一进大堂就能看到那盏极具标志性的巨型水晶吊灯横滨之月。它就挂在挑高的中庭当中，折射出七彩的微光，可以说是整家酒店不折不扣的视觉焦点，超级出片，画面感也非常棒。而在客房方面，它的基础房面积给到了37平米起步，在寸土寸金的关东地区，这个空间感可以说非常慷慨。只需要半个小时的电车，你就可以用远远低于东京都心的温和预算，置换出凯悦集团旗下高端的居住品质和来自横滨更好的城市氛围。这就是老酒店控才会知道的性价比秘密。另外，这家酒店也有酒廊，虽然 Happy Hour 时段的食物乏善可陈，但早餐品质还算不错。顶楼公共区域宴会厅外面会有一个景观楼层，这里有2层层高的落地窗，远处可以看到整片横滨湾和跨海大桥，算是这家酒店的一个隐藏打卡点。当然，必须要承认的是，即使有了这些性价比选择，日本酒店的总体价格在全球市场里依然是排名靠前的。但我觉得，除了付出昂贵的代价去买下一晚的住宿，你也可以去尝试体验它的公共区域，不管是餐厅、大堂还是酒吧，这些不露痕迹的日常秩序和空间表达，本身就是酒店体验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在毕业之后的这段时间，往往是我们审美、感知能力和职业想象力开始野蛮生长的时期。今天的酒店行业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年轻和高素质的力量加入。无论未来你是作为挑剔的住客去凝视它，还是作为创造者深入其中，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是更好的消息。日本的酒店行业不需要被神化，但他们对日常秩序的维护和在地文化的内敛转移，也依然是值得用第一视角去触摸和凝视的一点。我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酒店空间带来的独特魅力。拿好行李，祝大家毕业快乐，我们在路上见。